男人走路时脚下一空，突然掉进一个地洞，洞内都是散落的白骨，四周的墙壁上还有布满大小不一的孔洞。他正要借助这些孔洞向上攀爬，却发觉了异样。他惊恐地盯着孔洞的深处，下一秒，他捡起一根腿骨充当武器，周围的声音越来越近。这时，一根绳子从上面扔下，男人吓了一跳。洞口的两人让他抓紧，无数的变异虫怪已经从孔洞中涌出。危急关头，多亏了这两个路人，他才没有和那堆白骨一个下场。7年前，一颗小行星直奔地球，为避免地球毁灭，各国发射火箭弹将其击碎。然而，爆炸产生的各种化合物导致全球的冷血动物发生变异，一夜之间被人类任意踩踏的各种昆虫反过来开始猎杀人类，仅仅1年，全球就损失了95%的人口。幸存的人类躲进地下掩体，开始了暗无天日的生活。不仅要面临物资紧缺的麻烦，还要时刻提防巨型虫怪的攻击。即便已经在这种恶劣环境下生存了7年，这个叫乔尔的男人仍旧是个战五渣。他一见到虫怪就会四肢僵硬，待在原地动也不能动。乔尔的父母早在灾难开始时就不慎遇难，如今他唯一的牵挂就是他的女友。时隔多年，他终于通过无线电台重新联系上了女友，他很高兴女友安然无恙，于是他不顾同伴的反对，决定离开地堡，去往女友的身边。然而，等他重新踏上久违的土地，却发现自己根本分不清方向，只能凭着直觉前进。他误打误撞进入一处废弃的庭院，池塘里竟然冒出了一只眼睛，紧接着第2只、第3只，怪物庞大的身形从水下完全露出。乔尔被吓懵，一条旺财扑过来，才让他躲过一击。乔尔打起精神，转身逃跑。癞蛤蟆的长蛇再次袭来，精准缠住乔尔的右脚，眼见他就要变成一顿大餐，旺财果断出击，咬住癞蛤蟆的舌头。一人一狗这才争取到时间，逃离这是非之地。经过这次生死患难，乔尔和旺财成了彼此的陪伴。可还没走出多远，乔尔又深陷地坑之中。于是旺财用叫声吸引来路人，乔尔才得以活命。女孩和大叔也非常好心，让乔尔跟着他们同行。一路上，乔尔学习了不少防身的知识。可两队人马目的地不同，注定还是要分道扬镳。临别之际，大叔送了乔尔一个手榴弹防身，并贴心地告知了使用方式。Pull the pin, count to 5, not 4, not 6. You're gonna be okay. 女孩也和旺财依依不舍地告别，乔尔目送这2位恩人远去，然后继续和旺财一起踏上征途。男人正在和狗吵架，突然脚边钻出无数细密的触手，紧接着一条100米蜈蚣拔地而起，男人立即架好弓弩，可关键时刻他竟然无法扣动扳机，蜈蚣的尾巴悄悄绕到他身后，瞬间用力击飞。乔尔看着蜈蚣缠上小黄鸭，目标俨然就是躲在下面的旺财，他绝不能让自己的同伴再次受到伤害，于是他鼓起勇气吸引蜈蚣的注意，重新举起弓弩射击，弩箭射穿蜈蚣的面门，巨大虫怪倒地不起。乔尔有些不可置信，这是自从灾难发生后他独自射杀的第1个怪物。旺财也无比兴奋地跑来庆祝。突如其来的大雨把他们赶进了一间屋子。对于在地下生活7年的乔尔来说，淋雨也是一种久违的快乐。他对着旺财自言自语，不料身后竟传来一声问候。乔尔回头看去，破旧的房屋里还有个机器人坐在那儿。 Holy shit, you're alive. 机器人解释自己还剩下最后51分钟的电量，他已经很久没和人说过话了。为了感激乔尔的出现，他愿意尽自己所能满足他一个愿望。乔尔已经离开地堡多日，现在他急需一个电源来接通无线电与女友联络。Honored to donate my remaining power to you if it would help you with your quest for Amy with one eye and 2 ears. 接上电源，乔尔终于又听见了女友的声音，对方也很高兴他平安无事。乔尔迫不及待地想要和女友分享这几天的刺激历程，可话说到一半，通话却中断了。机器人很抱歉地解释，他的程序设定会保留15分钟的电量，在这最后的时间里，他想出去看看。乔尔把他搬到外面的沙发，机器人询问了乔尔的全名，随后从信息库中调取了有关他的一切。看见父母的照片，乔尔百感交集，他开始情不自禁地诉说自己深藏于心底的思念。就在这时，成群的变异水母闪着荧光从空中飘过，机器人放起音乐，
乐，乔尔也逐渐沉浸在这梦幻的美景中，丝毫没有注意到音乐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永远的停止了。乔尔带着旺财继续上路，树林中致命的危险正飞速向着他们逼近。他紧紧攥住狗嘴，严禁发出任何声音。身后怪物蠕动着触手，试图感知猎物的信息。良久的沉默后，怪物渐渐退去，可乔尔仍不敢轻举妄动。这时，一股邪风刮过，吹动岸边的红布，旺财猛地窜了出去。怪物听见响动，立刻掉头。情急之下，乔尔想起包里还有个手雷，他扯掉拉环，在怪物破土而出的瞬间用力扔出。乔尔跳入水中逃过一劫，等游上岸，他的身上竟吸满了水蛭。他一跃而起，尖叫着把虫子甩开，又看着叼着红布的旺财，顿时怒上心头。旺财被乔尔骂跑，头也不回。这对搭档原地散伙。由于被水蛭的咬伤，乔尔陷入了奇怪的幻觉，他整个人脚步飘忽，意识涣散。在这种濒死的体验里，他有些后悔赶走旺财，可现在为时已晚，旺财已经没了踪影。乔尔靠意志力强撑着，终于见到了女友。他本以为从此能和女友长相厮守，不料却收到了女友的分手通知。与此同时，一个船长带着手下也来到了这个避难所，他们武器先进，甚至还带来啤酒做礼物。比起乔尔，大家显然更欢迎强者光临。备受冷落的乔尔独自躲在房间，联系之前基地的同伴。这时，船长叫人送来水果，可乔尔却发现水果有毒，他急忙去提醒女友。然而，大家都因为啤酒变得烂醉如泥，乔尔也被一拳打晕。再醒来时，基地的所有人都成了人质。原来船长的目的其实是来此搜刮资源，然后再把基地的人喂给自己的小宠物当做养料。他按下按钮，一只变异螃蟹从礁石后爬出。危难关头，女友大力出奇迹，挣脱束缚后扯下一块铁皮，顺手一砸救下乔尔。目睹女友的英姿，乔尔也起身抄起鱼叉奔向螃蟹，一叉将其掀翻。船长再次按下按钮，螃蟹遭到电击翻身而起。眼见螃蟹渐渐逼近，旺财竟突然从半路杀出，挡在乔尔的面前。船长下令让手下射杀旺财，女友反手一击将枪打偏，正好击中螃蟹。船长见大事不妙，立即率领手下撤退。暴走的螃蟹从烟雾爬出，一把钳住乔尔。乔尔接住女友扔来的武器，瞄准螃蟹的要害，可他没有立即扣下扳机。他对上螃蟹无辜的双眼，意识到他并不想攻击人类，只是身不由己，所以他选择赌一把，击碎一旁的锁链。而螃蟹也并没有让他失望。重获自由后，他立即回到了大海，对船长展开复仇。危机解除，乔尔收拾行李，决定回到曾经的同伴身边。这次的冒险让他成长了许多，他要和真正的同伴一起，在这个末日为人类寻找新的出路。